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第一条，把它整块敲下来，这个就是玫瑰盐了。数千年前的帝王珍宝，幻化成今日的粉色光芒。整块都非常的漂亮哦，没有什么杂质哦。对，看到没？哦，这么大一块，这么厚，它还是可以透过去。OK， 哦，先人智慧流传至今。造就丰富的生活样貌。其实宽度也是 OK 的啦。好有趣的工具哦，像不像那个齿轮转的那个？它的搅拌方式很特别。所以倒出来一点点。巴基斯坦最深度之旅，我们即刻启程。北边的一个城市叫 Kola， 这个城市很特别，它藏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宝藏。传说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出征印度的时候啊，经过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要休息。休息的时候呢，发现他们的战马都在旁边的岩石区里面，在那边舔东西。哦，是不是有人猜到是什么了？这个东西呢，后来发现是盐巴，是喜马拉雅盐。就是我们所谓俗称的玫瑰盐，当然喜马拉雅盐分很多种，但是玫瑰盐主要都集中在巴基斯坦这个产区。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大约形成于250万年前的侏罗纪，当时的喜马拉雅山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数万年的地形变动，海水干枯之后，海中的矿物质堆叠在原本的海床上，之后火山喷发的岩浆又覆盖其上。也因此，许多人相信喜马拉雅山的玫瑰盐是地球上最纯净的盐。既然咱们来到巴基斯坦，当然不能错过一窥亚历山大大帝宝藏的机会喽。现在我们去的这个矿区呢，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采这个喜马拉雅盐的矿场。那它现在其实你也看出来，它已经比较观光化了，因为它这个有点现在的形式像是我们的金瓜石、九份那种感觉。我现在其实蛮期待的啦，因为没有看过，想说盐矿。一般我们如果讲盐矿，感觉就是维持它里面原本老旧的样子啊，然后矿区以前的样子。但没想到他们可以把它做得很观光化，做得变成一个打卡的。可以看到，这已经有很多了。好漂亮。OK。这样看起来像不像什么琉璃还是水晶的这种感觉？20 rupees one piece. 20? Yes. 20 rupees? Yes. 这个20块，4块钱台币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正是全巴基斯坦乃至于全世界最著名的玫瑰盐矿 Keola。根据统计，每年吸引超过25万名游客造访。最大的卖点，除了内部的玫瑰盐陈设，传统载运盐矿的小火车更是不能错过。它其实很简单，它这个是用通电的 ，electric， 对，通电的，很像我们早期那种电车，这好可爱哦。
而且还是人工把它拉对，开。要拉下来，免得你通电车就走了。啊，等一下走的时候把车电再放上去接电。你看它的驾驶室，太小心了。哦，好可爱哦。这应该是方向盘啊，但这个是通电的速度。这边，这个通电。哇塞，已经抢成这样。我们是哪里？不要！根据了解，世界上的喜马拉雅玫瑰盐大都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矿脉，因为矿脉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目前都是透过手工的方式开采取得。规模庞大的采矿场多达25个隧道，深入山脉内部将近800公尺，是世界上第2大的盐矿场。其中只有部分区域被打造成了观光景点。天哪，这个好漂亮哦！来，看到这一区盐灯的概念，把它弄成一个建筑物，小的清真寺，它从里面打灯出来很漂亮，上面有那个盐柱小细的盐巴被水带下来以后，慢慢凝固起来，有点像说钟乳石或是石笋那种感觉。这个塔有点像是他们那种清真寺的宣礼塔，他们都会4个角度宣礼塔，有点长得像是那一种宣礼塔的单一建筑感。在灯光的投射下，粉红色的盐砖散发出光彩炫目的色泽，就连临时救护站也是用玫瑰盐打造而成。还有这一处天然形成的玫瑰盐隧道，走进其中就好像来到外星球的异世界一样。你们家的盐灯就是这样来的，你可以看到现在那个盐矿的形状，已经有一点点像是我拿一个可能家里更多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尖尖圆圆的，它还没有打磨过的，但它已经底部把它削平了。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大哥这边呢，他在钻洞，有没有？有没有？你看他这样子夹紧，然后钻一个洞。哦，你看他有没有？他就直接把好几块泡在里面。像这个黑黑的，他把它敲掉。一直看到方言快洗澡，真的是很有趣。可是你们这样子有分等级吗？这么多盐灯里面，还是这些其实都一样？都是一样。相信大家对盐灯并不陌生，除了是天然的灯饰之外，据说还有释放负离子、净化空气、吸收湿气的功效。在风水学上，盐灯也有着辟邪及招财安神的说法。其价格除了以重量计价之外，天然的纹路、色泽、透光度也影响着售价。而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玫瑰盐的实际开采状况，我们再度驱车向西，前往另一处开采重镇卡拉巴克。路途中，敏哥也不忘把握机会，向我们介绍巴基斯坦的另一样先人智慧。这次来到巴基斯坦啊，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像在巴基斯坦啦，然后我之前去过印度啊或印度裔的国家，其实他们有一个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之重要。哦，这个特色是，对，这个它你可以自己调这个紧度，对 ，maybe 它让你用1个月了，对，它会变松一点点了。哦，是自己要把它拉紧。哎，
的搅拌方式很特别。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六，这次来到巴基斯坦啊，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像在巴基斯坦啦，然后我之前去过印度啊，或印度裔的国家，其实他们有一个东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之重要。这个东西来跟我一起看，看到这么一大张了没？这个可能如果你很喜欢看宝莱坞的电影啊，你应该会常常看得到，他们在家里面一定都会有很多张这种大大小小的，这个他们称为神床。师傅，你这样绑一张床要多久啊？2 घंटे。这么快啊！我以为要2天的，2个小时就整张都可以绑好了。而且你看它这样绑，有点像以前有没有会睡那个草席，他们手编的时候，就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啊。只是他们全部都是用这个麻绳。那这个花纹颜色都是随便你自己去选，或者你自己看要怎么编都可以吗？客制化决定。那这样子基本上這個神床有所謂尺寸嗎？可以做雙人床嗎？डबल भी हो जाती है, इसके ऊपर भी लग जाती है, डबल भी हो जाती है, इसके ऊपर भी लग जाती है। 說到南亞地區使用神床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也有一說它就是椅子的前身。然而不管時空的演變如何，神床的便利性與實用性一直在南亞地區的日常生活當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在这边弄好，对不对？对。啊，我们做的时候它会压漆。对，压下去一点。这个东西呢？对。这个东西我们打开，给它拉过来，它会挑。啊？什么意思？这个它会这边。哦，这个可以调松紧啊。调这样子，但它就后面绑起来了，它会变一样的变高。是自己调吗？就你做好以后家里自己可以调。对，家里。哦。绑起来的，你看后面有不是绑起来？对。它就绑起来，它有一个它的特色。哦，这个特色是，对，这个它，你可以自己调那个紧度。对 ，maybe 它你用1个月了，对，它会变很松一点点了。哦，你自己要把它拉紧。拉起来。哦，还竟然有这样的小巧思。它变高，更高。哎。然后最后那个结再拿掉这种板，它就。哦。所以它最后都会留这个空间，让你可以自己调。空间会留。还有一个是它的特色，你每天的动作，你出去很累了，对，你就是睡在这个，它有一点硬，对不对？对。你的身体会按摩进去，你就会软睡觉。你有的这样子，它就会变这边按摩。你的身体每天都会压气，它就会有一些感觉按摩的感觉。啊，真的、啊？对，你会感觉，你会这样子 ，baby， 这样2、3次，你有舒服。哦，可能因为主要是绳子的关系。你说藤条啊或草编的可能就不行。对，我的手这样，这样子，这是属猪。哦，它就是有点像按摩你的肌肉的那种感觉。肌肉就莫大。果然是内行看门道，而且除了按摩、睡觉、坐卧之外，还能用来晒晾10具衣服，方便收纳的特性，更是让家家户户都有为数不少的神床备用。3条线。OK， 你要加进去里面，对，你要给它进去里面这样子。压进去。对，你要这边的手就拿出来，这个另外一边。从这边吗？这个，这个拿出来。OK， 那这边，对，一个这个拿出来，这边拿出来。对，这要拉。哦 ，OK。好，是这样子，再一次另外一个，他会跟你讲 तीन 停，3个。哦，都是3个。他没有就看他的评价的设计哪一个的，花纹。他们很厉害，他们完全就是凭经验。然后一张图你给了他，比方说我要做这个 size， 做这个图案，这个颜色。3 this here 这边，他就完全是看他自己会知道我现在编，你要从哪几条过，哪几条传出来，最后凑起来会是你要的图案跟样式。你看他这边有的隔4条，有的隔3条，有的隔2条，都不一定的。好，这样子就完成一边1条而已，然后把它敲紧。纯手工制作的神床不但坚固耐用，
千变万化的编织手法和花色，更具有装饰和观赏的价值。要说它是一件极具实用性的工艺品，也不为过。更让人对神床师傅的巧手刮目相看。好啦，这个是师傅之前做的另外一张，你可以看到这2张的，这张比较旧一点啦，然后花纹颜色也完全不一样。像这样一张床，其实我刚才抬啊，我觉得没有很重就是2个人抬也可以。如果你自己1个人，你稍微用力一点抬也可以。这样一张床一般大概多重啊？35 किलो तक 35。哦，有没有？就这样就搬起来啦，就来躺躺看好不好？来躺躺看。可以躺。我直接躺哦。OK， 躺的部分不是，手是这边的。哦，手是这边的。哦，脚哦，因为这边是没有支撑的啦，所以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床很舒服，但环境很怪，因为旁边的人都看着我这样躺着，但其实真的蛮舒服的，弹力很好。然后躺下去呢，不会像我们那种麻绳，有些麻边的或者是藤条边的，以前早期会很刺很硬，这个不会，它的这个绳子已经经过是处理过的，所以其实摸起来是，你知道它是很坚固，但它不会割你的手或割你的身体。我来整个试躺，其实基本上所以我说它比我们的单人床还要再短一点点，有没有？你看我头差不多已经顶到最上面了嘛，再上去要睡到木头了，所以你睡这个位置。可是通常如果你要正枕头的话，你会再下来一点点，其实脚就出去了，你可以看到脚就出去了。因为它其实你这样睡下去以后，它绳子会有一个弧度，就是我这边腰的地方是比较下去的。接下来送上枕头，等一下会不会给我被子啊？所以你们会这样睡在露天吗？चादर के बगैर ही है। 啊，这个如果夫妻2个一起睡可以吗？其实宽度也是 OK 的啦，宽度，因为女生可能体型会再小一点点嘛，对不对？冬天2个人挤一点点 ，OK 的。哎呀，千年修得共枕眠，旅行中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啊！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神床睡起来软硬适中的舒适感。倒是听敏哥说，除了神床之外，巴基斯坦人日常生活中绝对不能缺少的还有这一样。在阿拉伯世界，或是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乃至于到所有的穆斯林生活里面，有一样东西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甜点。像我去过所有的，不管是印尼啦，或者是我之前去北非突尼西亚，甚至到像现在巴基斯坦，他们阿拉伯世界各式各样的甜点啊，那个真的是多的五花八门，超级多，而且重点是超级甜，因为他们很喜欢吃甜食。今天来给我看一下，他们这边巴基斯坦当地到底有什么特色的甜点，好不好？来，敏哥，你说这个红萝卜啊，红萝卜的甜点，我刚才看起来以为是什么柑橘类的、蜜饯类的把它剁碎，所以他说上面这一层是牛奶做的甜点。对，它下面有在加热这是热的甜点这个是什么水果？不是水果，也是一样甜点哦，也是啊。牛奶这边做牛奶很多种的甜点，是牛奶做的啊。对，这是讲的拉斯古达。拉斯古达。你看起来像不像糖渍水梨？好，先吃吃看这个。太甜了。很甜吗？很甜哦。哇，这跟喝糖浆没什么不一样，那个口感刷刷的一点点，吃不出来牛奶味。我觉得最有趣了，红萝卜可以煮成这样，像不像蜜饯的那种柑橘类蜜饯？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它糖度再降低一点。红萝卜是健康的，牛奶也是健康的，其实蛮好吃的，口感也很好。
像这样专门的甜点店在巴国随处可见，主要的产品大多是用牛奶为基底，再加以变化。而这一道看似红萝卜蛋糕的甜点，在冬天更是常见。虽然甜度有点不符合我们的口味，不过萝卜泥温润的口感搭配浓郁奶香，还是相当让人惊艳。这个是不是？对。好有趣的工具哦，像不像那个齿轮转的那个？哦，你看，舀了一些在里面，接下来加什么 OK sugar。正常做，正常做。加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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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OK。哎，它的搅拌方式很特别。有没有？它不用这样子绕圈的，不像打蛋，它是这个直接你转圈就可以了。啊，这样好方便。我试试看，我试试看。OK。很简单呢，就这样来回转就好了。它里面已经化开了，因为它本身是用靠牛奶，它全脂奶自己的凝固，所以它没有加什么天然的明胶啊、什么胶之类的。所以它一加水后，很快就会化开了，就不会像有些加了胶以后，它会很难化开。你说好就停哦，可以吗？我以为它脖子让它扭到，对，我忘记这边这样，好了，好，好香哦，我已经闻到那个，拉高一点，拉高一点，这样对，拉高，已经闻到那个优酪乳的味道，奶油。哦，表层，对，这整个都是盐巴儿，整锅喜马拉雅的盐，你有没有看到在阳光下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有没有？这样一只卖多少？20块。20块？对。这一只4块台币。这样看像不像油花？对，阿布拉哦。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六。哦，表层。不是前面有一个。对。哦。Very good， 好好喝哦。它这样一袋多少钱啊？1公斤，1公斤等于20块台币。它刚才那样才40块台币一大袋。Very good，Very good。哦，这个这样子真的很好喝哎。每天新鲜直送的牛奶，加上人工手打制造，产出最新鲜、最天然的优酪乳。如果你也是奶制品的爱好者，肯定会深深爱上这一味。不过，除了牛奶甜点之外，这一味也同样不能错过哦。Jalebi，但里面是什么？面粉，加一些香料。就是这样一直转圈，一直转圈。好，都是用转圈的形式。哦，画成一圈都可以。我的怎么那么细啊？对啊，大一点。哦，这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往前面，我一个地方。炸好的面糊，它就这样子泡在这个糖浆里面，遇冷它就会马上吸进糖浆以后，里面你看。除了透明以外，它就变得糖浆都吸进去了，非常快。然后放过来以后，晶莹剔透的，蛮香甜的。试试看，这是老板呐，老板。这是老板。来吧 ，Good。Thank you。Welcome。酥脆甜香的炸馅饼，造型独特，口感丰富。还有这一样玫瑰球，号称全南亚地区最有存在感的甜点，主要由面粉、奶粉和酥油揉制后油炸，再泡入充满藏红花和豆蔻香味的糖水，表皮口感扎实，入口后转而软绵湿润，可说是这里最受欢迎也最普遍的庶民甜食。
是不是很多种？每一种的造型啦、颜色啦、摆盘啊、呈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这些老板，这些全部都是用牛奶做的吗？ ये पतीसा मैदे का 哦，这两个不是，其他都几乎都是用牛奶做。它看起来一颗一颗的，这个里面是有装米吗？ ਇਹਦੇ ਚ दूध और मुरब्बा घी 但你看它这个一粒一粒，像不像米糕的感觉？就低，好吃。它口感像什么？一颗一颗的，很像在吃那种花生酥糖。像一般老板这个价钱都怎么算呢、 400 1公斤400 500 ，500。其实，在台币来讲，1公斤的125，对你们来讲，其实应该已经很便宜了。但在当地物价上来讲，算是偏高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吃饭啊，可能吃一餐一个炒饭，一个什么面什么，200、300就解决了，吃的超饱。可它这个150、600，这就是牛奶啊，牛奶就你要那么大锅子的牛奶，你要煮一煮，它会变那么少啊，浓缩，它会变少。甜点对于当地人有多重要，相信从价钱上的差异，大家就已经很有感了吧？然而，在如此甜味重于咸味的国家，喜马拉雅山玫瑰盐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来到玫瑰盐的生产重镇卡拉巴，才知道，原来玫瑰盐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是无处不在。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一摊？这个你就很熟悉喽，环杯。但你看它这边的玉米，你看它就全部都是用沙炒的。你这个里面也是沙子，然后掺盐巴吗？这整个都是盐巴儿。整锅喜马拉雅的盐盐，好高级啊！玫瑰盐炒玉米，这合理吗？说不定锅里的盐都比玉米还值钱吧。不过听敏哥说，在国外贩售的玫瑰盐，由于运作和炒作等等因素，价钱本来就会比较参差不齐或是偏高，相对而言，产地的售价自然较低。所以在巴国看到的盐，不用怀疑，几乎都是产自喜马拉雅山脉的玫瑰盐。我拿这一根，比较他刚才炒好的。就是没有那么烫的，金光闪闪的。对，你有没有看到在阳光下非常漂亮的金黄色，有没有？然后混合一点，里面还有一点盐巴，你把它拍掉。可以吃啊！哇，好香哦！它这个玉米很像浓缩的那种玉米浓汤的味道。可以。Very good, very good。我把它咬起来一面，很漂亮，对不对？有这种黄色、红色，很漂亮的颜色。重点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干，我扒一颗给你看，完全不会，里面是 juicy 的。有没有看到？里面的水分，淡淡的咸味，比方说有点像我们用盐巴把整个鱼包起来，或整个鸡这样包起来，拿进去烤，你不用担心它的那个盐味。它会渗透进去，但它不会过咸。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类似那种感觉。这样一只卖多少？20块。20块？对。这一只4块台币。这一只4块台币啊！听到这个价钱，相信不管是谁都会吓一跳吧。重点是玫瑰盐的淡淡咸味，加上多汁饱满的玉米粒，美味的程度一点都不输给夜市的烤玉米。其中富含的淀粉更是矿工们重要的能量来源。不过当地人偷偷告诉我们，冬天还有这一味，更能让你 energy 满满哦。哇，这边这边过马路也是要人比车凶啊！没有所谓的斑马线、红绿灯，你就过，他就会想办法这样。你不过，他就会一直开过去，他也不会说停下来等。这是什么？这个是鸡汤，鸡汤。哦，鸡汤，对，这边可以有
哇，它是用木头直接这样烧哎。那一锅不是，它这感觉像卖咖啡还是卖茶？它是汤，就是他们会喝奶茶一样的感觉的啦。它还有一个，你看鸡汤配奶茶，然后还有这样子饭，它鸡汤到里面吗？对，这是很汤，它会拿一点点这样子会，就是。哦，用这个，它不是用碗装，它是用杯子装，用炭火直接烧的。然后你看这样子，如果不看旁边，我们就单看颜色，你说啊这个是茶，可能你也会相信。闻起来味道那个胡椒香，很汤。OK， 好，我就拿一点点，这样。OK。汤，所以倒出来一点点，对，然后就，哦，这样就很凉，这样就不会烫口了。对。它的鸡汤其实很清淡、很清爽，就是不是那种很浓郁的，是比较淡一点。对，你在台湾待过，你知道台湾有些鸡汤会炖得很浓。对，这边没有。它这没有，看起来颜色深的，但是它喝起来其实很清淡清爽。没想到八国人也有喝鸡汤补身的概念，清爽不油腻的口味真的会让人一口接一口，而且一大锅里的鸡汤还暗藏玄机哦。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其实是有蛋啊，有鸡呀，有鸡蛋，然后这个是什么内脏吗？哦，有鸡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它就是鸡的东西，全部所有的鸡的东西都在里面了，都在里面了。对，鸡蛋。然后3个鸡胗，可是因为我记得来这么多天，我听你讲，巴基斯坦人很少喝汤啊，不爱喝汤。冬天特别的，这个是不是汤？它的名字一个亚哈尼，我们讲乌鲁土亚哈尼，这不是讲素钵。哦，不是，这不是讲素钵，所以亚哈尼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亚哈尼。它另外一个名字，我们讲亚哈尼。亚哈尼的意思是？这边我们就是大概素的意思，不然这个。但是你们不觉得它是素？对，所以我们没有给它讲素，就是讲亚哈尼。哦 ，OK， 他们因为巴基斯坦人其实不爱喝汤，那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给他汤的名字，对，另外一个，所以他不算喝汤，所以他用杯子装，他不是用碗装汤，他这样子还喝一点饮料的感觉，所以他只有冬天有。好，给这边再滚点，时感24小时开的，24小时开的，冬天24小时开的。晚上有人来喝吗？半夜。冬天来的时候你看很多啊。哇！他说晚上还有3个人来帮忙他。晚上有3个人来帮忙，哇，生意这么好。对，晚上会比较多。出乎意料的柔软，不会硬。夏天不卖，夏天他们都会一些饮料，冰的饮料。哦 ，OK。这其实跟我们冬天吃烧仙草，或是你会卖热姜茶，类似一样的意思。冬天他们就是吃这个。这一锅应该可以算是放大加升级版的下水汤吧。所有的鸡肉、鸡蛋、鸡内脏加香料一同熬煮至软嫩，暖胃兼补气，也难怪是冬天来八国必喝的饮品。既然已经吃饱喝足，话不多说，跟随当地人前往矿区一探究竟。我们现在来到呢，是他们这边现在当地啊，真正的这个还正在采矿的这个玫瑰园的矿场，你可以看到后面，非常夸张。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但是我们要用灯照照看，用灯照对不对？好。它不要连正面都一点光都没有，它连侧边都没有哎。哦，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我们现在来到呢，是他们这边现在当地啊，真正的这个还正在采矿的这个玫瑰园的矿场，你可以看到后面，非常夸张。堆到来面前看比较清楚。
你看这边都已经堆到，有没有有点像一座山的那种感觉？要往上堆。下面都当然是比较一个一个堆的比较完整，然后上面是比较碎的。它这边这个矿区已经多少年了 About 150 years. 这个矿场150年还在，还是挖这么多。它是出的，对。天大概可以采多少这个玫瑰盐的重量？1000tonnen，对，1000公斤。他们这个都是用纯手工下去找，对，所以没有机器，没有，就是都是人进去挖。机器对啊，对，没有机器人，就机器也是有小的。哦，小机器，对，小机器有定一些，就不是那种大型的开采，没有。千百年来，八国都是以人工方式为主开采玫瑰盐，以尽量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但也因为地处偏远，矿区鲜少在世界面前曝光。我们也是透过进出口玫瑰盐的贸易商居中协调，才有机会一探这个世人称之为亚历山大大地宝藏的玫瑰盐。啊，这边有他们，就平常工人来这边的时候，会把工具放在这里面，有没有？看一下他们平常手工挖都有哪些工具。这个是机器在用还是人工在用的？它是机器，不会没有机器的，它是手工的啦。这全部都是手工在用的。对。这个像不像我们用那个？如果人家打桩机有没有？像不像打桩机，然后这样哒那个打桩机在用的？哦，它这边已经有一个洞了嘛，它把这个插到洞里面。它这个是要挖，应该感觉是要挖这个墙面的感觉。他们也没有，你看这边有一个。哦，那边那个洞是不是？洞。对，我看到那个洞了。对，他就会给他们就会继续来接。爆。哦，所以用爆破的方式。爆破的方式，因为这个有的太大，他们也没办法出来。放一些雷管要放炸下去，然后把它炸开以后，然后剩下再用像这样子人工的方式，把它整块敲下来。这个就是玫瑰盐。玫瑰盐顾名思义，是因为这种盐中含有较多的铁和其他矿物质，使它呈现出有别于一般食用盐的特殊粉红色。更号称含有84种微量元素，高铁、高钙、低钠，纯天然无污染。但却也没有证据显示它比一般食盐来的健康营养。不过，光是它迷幻粉红色泽，加上品尝起来的特殊风味，就已经让人爱不释手。什么样的味道了？当然有，很咸呢。但我说实话，味道真的蛮好的。你知道它这个玫瑰盐这样填起来啊，因为它基本上盐就是你开采下来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它不需要任何精致化的过程，它比粗盐我觉得再更温和温润一点，但它吃下去后面会有一个淡淡回甘的感觉，然后在舌头上是很舒服，然后它的咸味是你甜下去的时候咸，然后瞬间就没了。等一下，这样看像不像和牛的？油花对阿布拉哦。根据了解，世界上的玫瑰盐大多产于喜马拉雅山脉及安第斯山脉。因为其他地区虽然也有岩的形成，但由于所在的环境或海拔高度不佳，进而影响岩的密度、结晶度、纯净度，甚至是微量矿物质的比例，导致产出的岩达不到食用标准，而这也成为判断玫瑰盐品质好坏的标准。老板说这一区的品质是最好的，叫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现在这样看这个石头看这个岩面跟我们刚才在外面看不出差别，所以这边是怎么样看它是最好的品质？非常透，所以这个是最好的等级。那有没有比较不那么好的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但是我们要用灯照看，用灯照对不对？好。它不要连正面都一点光都没有，它连侧边都没有它连这边我这样照，它连侧边都没有。但你看你看我这样照，有没有？它这边侧边很明显的光。我再随便找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我找这一个吗？就是让你知道它到底
多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我跟你一起拿，你可以看到这边整片有没有？整块都非常的漂亮哦，没有什么杂质哦。对，像水晶，像那个，看到了没？哦，这么大一块这么厚，它还是可以透过去。哦，这个好棒哦。但它如果像，太重了，太累了。哦，对不起，感觉好像 best quality， 然后直接像用丢的。哦，你看它的那个颜色，你就知道了。你看哦 ，low quality，best quality， 中间这边是不是有一条线？很明显，颜色刚好两个完全不一样。所谓玫瑰岩的加工，也就是把开采出来的原矿，根据用途加以打磨、裁切或钻孔，制成岩板、岩灯，或是装罐成为食用岩。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算是岩盐的加工厂。但你看这整个环境，来绕一圈，是不是感觉很像来到工地、建筑工地？好像只是在盖房子而已。但你可以看到下面哦。你看地上这些粉红色的，工人会把它敲成小块的，尤其像这边敲成小块。他们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机器，有没有？他们就把盐直接丢到那个机器里面的，看起来像是要把它打碎、打成粉的那种感觉。打成粉末以后，哦，还喷出来，它就有输送带，把它输送上去，然后装在这个储存槽里面。然后来，你看有没有？它会从那个袋子里面一路滑下来，它还是打成像这样子，有没有？哦，你看它打磨成3种不同的粗细度，哎，这种超像面粉的，细到很像面粉的，哦，4种哎。而最让人好奇的，莫过于前一阵子网络上流传用玫瑰岩板烤肉。据说烤出来的肉滋味立马升级，到底可不可行？我们马上来实验看看。哇，玫瑰岩板直接烤肉，碎哦！知道有铜板烤肉，有凯恩斯之前那种岩石，对吗？岩石烤肉，但是没有看过。用整块岩板烤肉，而且整块玫瑰岩，很漂亮，哈。然后它怎么烤呢 ？Is usually you do the barbecue like this? Yes. Usually? Yes. Wow. So I just put it. 原来老板就是专门出口各种尺寸的玫瑰岩板，主要当作建材使用。据说具有除湿除霉的特点。加上装饰灯的点缀，带出黄橘色的柔和光谱，也能营造温馨浪漫的气氛，因此渐渐受到市场欢迎。然后有倒一点油在上面。第一个想说岩板这样不会裂开吗？但目前这样看起来的确没裂开。Is that become too salty or No more salty. It's a little bit. Just like a taste, some taste change. Oh really? 世界第六，英文版上线啦！跟全世界分享台湾最棒的节目，快订阅，每天爱你多更多哟！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旅程更精彩哦！世界第六。You do the barbecue like this? Yes. Usually? Yes. Wow. 然后有倒一点油在上面。第一个想说岩板。这样不会裂开吗？但目前这样看起来的确没裂开。Is that become too salty or No more salty. It's a little bit. Just like a taste, some taste change. Oh really? Yes. 当然了，我就没有再沾任何酱料了，也不用再撒盐了，直接就可以这样子烤了。它这个比较像是用煎的啦。Yes. Do it. OK. 哦，颜色很漂亮，看起来蛮不错的。而且你看它这上面，我等下拿镜给你看，快好了。它这个上面不会说有很多盐块啊，或是盐巴结晶，还好，很漂亮。So can I eat now? Taste it.
这个我看大概5分熟左右了，我试试看。我说实话，刚入口的时候有一点点咸，但那个咸不是那种我们那种盐巴的死咸，就你一吃就感没，不是这种，它的咸很温和，很温润，然后到嘴巴以后，你咬一咬肉汁出来以后，就把那个盐味给包掉，可以耶。来此之前，我以为玫瑰盐不过就是一种被炒作的商品，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幸好有敏哥和当地朋友的协助，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一般人可能连看都看不到的喜马拉雅山玫瑰盐矿，更认识到巴基斯坦除了丰富的古文明内涵之外，还有上天赐予的珍贵宝藏，值得大家细细品味。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